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S13 全球总决赛最近是公布了赛事主题和赛段时间安排，但这都不是大家最关注的点。作为观众最想知道的其实是今年全新引入的瑞士轮赛制到底该如何运行。而这几天拳头官方是正式公布了瑞士轮的规则，接下来就为大家详细解析。首先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瑞士轮的赛制。瑞士轮一共有5轮比赛，第一轮16支队伍通过抽签进行较量，赛制 BO1 决出8支获胜队伍和8支落败队伍。第二轮8支获胜队伍彼此交锋，8支落败队伍彼此交锋，以此类推，每一轮都会决出战绩相同的几支队伍，根据战队成绩的不同，将其分在不同的位置，战绩相同的队伍互相打比赛，然后拿到3胜的队伍可以晋级8强，而输掉3场的队伍将会被淘汰出局。决定晋级或决定淘汰的轮次将会使用 BO3 赛制，这就是瑞士轮的运行逻辑。而观众们最关心的就是瑞士轮该如何分配对手，如何抽签，而拳头公布的就是这方面大家最关注的内容。本次瑞士轮将会把16支队伍分为4个不同的种子池，4大赛区的冠军队伍进入1号池，以此类推 DK 和 WBG 会在4号池。然后具体的抽签规则是第一轮1号池抽4号池对手，2号池抽3号池对手。瑞士轮的首轮将会采用同赛区规避的规则，但首轮过后这条规则消失，第二轮就可以出现同赛区交手。因为瑞士轮主张的就是一个大乱斗，让队伍深陷其中，努力的通过获胜的方式晋级8强。这样的话 LPL 和 LCK 就会出现一个极端剧本，就是首轮出现4场中韩大战，如果出现的话，具体对阵可以预见，就是 JDG 打 DK，JN 打 WBG，BLG 打 KT，T1 打 LNG， 然后瑞士轮的第二轮、第3轮以及往后的对阵也均用抽签来决定对阵对手。这个规则对于欧美赛区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在瑞士轮全程抽签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更为极端的剧本，就是中韩赛区的战队最多3轮比赛都碰不上欧美或者外卡队伍。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确实存在。这样的规则下，欧美赛区队伍是有机会冲击更多8强席位的，到时候就看各支队伍的运气了。这次的规则相比于小组赛赛制来说，更加看重运气成分。个人来说，更愿意将瑞士轮理解为是一种遭遇战类型赛事。简单来说，就是各个赛区的战队没有固定的小组赛对手，很难做出针对性的战略布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打瑞士轮，赛前准备不好做，想要获胜必须得有足够好的版本理解和足够强的硬实力。到时候各大战队的训练赛对手选择会更加灵活，但会出现某战队很难约到训练赛的情况。中韩队伍肯定是最抢手的，北美赛区以及外卡赛区不好约训练赛。LPL 赛区方面，个人认为 LPL 的队伍向来不擅长打 BO1，大赛比较慢热，第一轮最好能少抽中韩大战，先打欧美队伍试试手，进入状态后再去和韩国对打。4支队伍里面目前比较不放心的是 BLG 和 WBG， 2支队伍的稳定性都没有那么强，第一轮出现中韩大战的话，最好剧本是 JDG 或 LNG 去碰韩国队， BLG 和 WBG 最好先别打韩国队，后面慢慢调整，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去年 DRX 夺冠，在今年加入瑞士轮之后，很多人担心这样是不是爆冷黑马战队就会变少了。实际上对于瑞士轮的 BO1阶段来说，这跟过去小组赛没什么太大区别，依然存在单局爆冷的可能。但瑞士轮从第2轮的同战绩抽签捉对厮杀开始，的确从赛制上降低了爆冷黑马队伍诞生的可能性。不过总的来说影响不算大，尤其是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仍然是单淘，仍然是没有后悔药的 BO5。当然瑞士轮相比起过去16强的4组4+2的小组赛赛制，也的确大大增加出现晋级8强的难度。坦率的讲，相较于以往的 BO1小组赛，瑞士轮只会更加的相对公平，可以有效的避免种子战队提前交锋，使得比赛更加稳定，减少了运气因素的影响，降低了弱队爆冷的概率，更加考验队伍的稳定性、长期作战续航性的和真实战力。瑞士轮赛制可以让每支参赛队伍都有机会竞争冠军，即使在前几轮表现不佳的情况下，只要后面的对手成绩相似，仍有可能获得冠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瑞士轮赛制怎么样？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